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胃癌不痛不痒，医生提醒饭后如果存在4个表现，建议尽早的做胃镜。胃癌是临床上常见的2型肿瘤之一，其发病率逐年的上升，成为了全球的健康问题。胃癌占胃部2型肿瘤的 95% 以上，约占总癌症发病率的 11% 左右。胃癌是一种原发于胃部黏膜的癌症，随着病情的进展，癌细胞会逐渐的扩散到身体的各部位，最终威胁患者的生命。胃癌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往往容易被忽视，大约 70% 以上的患者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病情已经发展到中晚期。但这并不意味着胃癌没有任何的症状，而是症状较轻微。如果饭后出现以下4个表现，应尽早的去医院检查。1. 胃癌高发年龄是多少岁？胃癌的高发年龄取决于地区、种族和个体的因素等，但一般来说，胃癌在中年和老年人中更为常见。统计的数据显示，大多数胃癌患者的年龄在60岁以上，尤其是70岁以上的患者发病率较高。胃癌通常在50岁之后开始增加，逐渐的增加到70岁左右，并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达到了高峰。然而，也有少数患者在50岁以下就被诊断出胃癌。2. 为什么胃癌的发病率如此之高？胃癌的发病率高有多种的原因。1. 致癌物的频繁接触，例如街边烧烤等食物中含有的亚硝基化合物和多环芳烃化合物，长期的食用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2. 家族史，如果家族中有癌症的先例，特别是胃癌，那么后代患胃癌的风险也会增加。3. 病菌感染，如幽门螺杆菌等病菌的感染会引发急性胃炎，并可能发展成为慢性胃炎。若胃黏膜损伤严重，致癌物质便可趁虚而入，侵袭胃部。4. 饮食中含盐量高，过多食用盐会导致胃黏膜损伤，给病菌侵入胃部提供了有利机会，同时造成致癌物的感染。5. 吸烟，烟雾中含有多种的致癌物质，这些物质通过在唾液的溶解下会进入到胃中，使得体内的胃黏膜发生病变，从而形成了肠上皮化生，成为新的癌前病变。6. 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不规律、饮食不节、抽烟、喝酒、吃辛辣性的食物等的不良生活习惯也会增加胃癌的发病率。3. 胃癌不痛不痒，胃癌是一种常见的2型肿瘤，它通常在早期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感，然而随着病情的发展，尤其是进入到中晚期后，胃癌患者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疼痛。尽管如此，这种疼痛与骨癌、肝癌等患者所经历的剧烈疼痛相比，症状是相对较轻。对于胃癌患者来说，止痛药的效果并不理想，通常需要使用高效的止痛药才能够缓解疼痛。常用的高效止痛药包括杜冷丁、吗啡、硫酸吗啡缓解片、盐酸强考酮缓解片等。大家需要认识到，胃癌并不是无声无息的疾病，在胃癌出现之前，身体可能会有一定的症状表现，这些症状可能在饭后更为的明显。所以，如果在饭后出现以下的4个症状，务必引起高度的重视，及早到医院检查，并接受胃镜检查以及明确是否存在胃部的问题。4. 医生提醒饭后如果存在4个表现，建议尽早的做胃镜。1. 饭后消化不良，胃癌病变会导致胃壁增厚，这会降低胃的蠕动功能，使得变得更为缓慢和不规律，从而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胃癌病变还会导致胃酸分泌减少，这会影响食物的消化过程，导致消化不良。胃癌病变可能会导致幽门梗阻，使得食物无法顺利地通过幽门进入到小肠，从而造成消化不良。部分胃癌患者本身可能会由消化道溃疡二便而来，
这类的患者往往已经存在消化不良的症状，胃癌发生后，这些症状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2. 饭后吞咽疼痛，胃癌会导致胃内压力增加，从而刺激患者打嗝的神经末梢，引起吞咽疼痛的症状。除此之外，胃癌还会导致胃肠道的功能紊乱，使胃肠道的蠕动减弱，食物在胃内停留的时间变长，进一步刺激患者打嗝和吞咽疼痛的症状。除了胃癌之外，胃食管反流病、胃溃疡等也可能会引起类似的症状。所以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治疗。3. 饭后经常出现呕吐，饭后恶心呕吐是许多疾病中都会出现的一种非特异性的症状，它可能是急性肠胃炎或者是其他肠胃道问题的表现，也可能是更严重的疾病如胃癌的初期迹象。4. 饭后出现黑便，胃癌的典型表现包括腹胀、反酸、嗳气、恶心、呕吐、上腹部不适或者疼痛等。这些症状可能会因人而异，但如果在饭后出现黑便，需要特别的警惕是否为胃癌。黑便通常是由于消化道出血导致的，而胃癌是消化道出血的常见原因之一。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是患有胃癌，建议尽早的进行胃镜检查。胃镜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检查方法，可以在早期发现胃癌，并对其进行精准的治疗。胃镜不仅可以观察胃黏膜的形态和病变的情况，还可以获取组织样本进行病理学的检查，以明确诊断。虽然胃癌的确切原因尚未完全的明了，但一些常见的诱发因素包括长期的慢性胃炎、胃溃疡、幽门螺杆菌感染等。有这些病史的人应该特别的关注自己是否有饭后恶心、呕吐等的类似症状，因为这些可能是胃癌的警示信号。5. 胃炎到胃癌有4步。1步，慢性浅表性的胃炎。所谓浅表性胃炎，即胃黏膜组织学上有炎症细胞浸润、组织水肿等。一般来说，只要你接受胃镜的检查，几乎无一例外就会得到这个诊断，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胃病。事实上，胃镜报告中很多的慢性浅表性胃炎只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或者是非溃疡性的消化不良，并不是胃黏膜真的有了慢性炎症。也就是说，慢性浅表性胃炎距离胃癌还很远，所以无需惊慌。第2步，慢性萎缩性胃炎。一般年轻患者以浅表性胃炎为主，年长的患者则以慢性萎缩性胃炎为主。我们的胃每天都要受到食物的刺激，或者是幽门螺杆菌的慢性感染。慢性浅表性胃炎很难的彻底恢复，时间长了会慢慢的演变成为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与年龄增大、机体衰老、器官萎缩是相平行的，病理表现为胃黏膜层变薄、萎缩等。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两种病理改变可以同时存在。很多患者认为萎缩性胃炎属于比较严重的胃病，这样会有比较明显的不适症状。其实不然，萎缩性胃炎的症状没有特异性，常见症状以隐痛、饱胀、不适或者是消化不良为主，餐后较明显的嗳气、反酸、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其他的消化不良症状。慢性萎缩性胃炎发展为胃上皮原位癌的概率较高。萎缩性胃炎是胃癌主要的癌前病变，经过多阶段、多基因变异积累发展成为胃癌。第3步，肠上皮化生、异形增生。胃炎反复的发生，胃黏膜反复受损又修复，结果胃里长出了本该在肠道才有的细胞，出现了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往往被认为是癌前病变，发展下去就是胃癌的早期。第4步，胃癌。经过前3步的逐渐的发展累积，慢慢胃癌就来了。作为最常见的2性肿瘤之一，胃癌早期缺乏特异性的症状与体征，因而经常导致失去最佳的治疗时机。因此，早发现早治疗是遏制胃癌的关键。如果确诊为萎缩性胃炎，患者应该积极的治疗。6.
胃癌的治愈率是多少？对于许多的胃癌患者来说，治愈率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根据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胃癌的治愈率与患者的早期诊断、治疗方式、病情严重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早期胃癌的治愈率较高，可以达到90%以上。而对于晚期胃癌，由于病情已经比较严重，治愈率会相应下降。一般来说，如果是胃癌晚期患者，癌细胞转移的情况并不严重，并且及时的配合医生进行抗肿瘤治疗，那么他们的生存期限可以延长到3年左右。但是如果是胃癌患者已经出现了大面积转移，并没有进行正规的治疗，那么他们的存活时间可能只有3到6个月左右。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